讲话不清楚的。不清楚，所以对啊，对你造成困扰。对啊，我就会一旦后来我发现是我的问题啦，我常常没有办法理解别人在讲什么。所以你是别人的冤亲债主。有可能就是我就是小人这样。Salut， 我是 Zephyr， 欢迎来到汉蛋801人生侦探所。今天我们要来讲一集跟鬼月相关的东西。鬼月快要到了，大家一定跟鬼故事差不多等级的事情。好，我们是要问说，为何我总是遇到同一类型的冤亲债主？你有没有遇过像这样的人？我有遇过这样的人啊，就以前我很常身边碰到的那种，就差不多就是讲话不清楚的。不清楚，所以对你造成困扰。对啊，我就会一旦后来我发现是我的问题啦，我常常没有办法理解别人在讲什么。所以你是别人的冤亲债主。有可能就是我就是小人这样。对，就我对于别人跟我讲说，比方说你离开后什么东西要关，就是要把灯关完哦。我会听不太懂所谓关完的意思是什么，是全暗吗？还是要留一盏两盏？关完不就全部吗？对，可是后来我会发现他会说啊，那个不用关，那个其实不用关这样。对，然后我就常常会很困扰，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对，我很怕那种assume别人要全部懂他在讲什么的那一种，所以我后来会养成习惯，就是我一定会确认到底。对，比方他说离开前灯要全部关掉，我就会说全部吗？连入口这一盏灯都关吗？他就会说那个不用，就我会问的比较清楚，就是确认一下这样子。对，就我以前很常碰到这样，但我后来可能是因为我有养动物嘛，我后来完全可以理解沟通不良，即使是同语言沟通不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有一次我教我的狗坐下，对，然后他就做得很好嘛，所以我以为他知道他怎么坐下，就后来我发现他如果离开沙发的范围，他就不觉得他那个坐下是一定要回到沙发那边去。就他对那个误解的意思，就每个人真的有可能解读是不同的这样子。对啊，那我的话就可能是我会不耐烦，有人在工作上会一直重复交代同一件事情。他是怕你没听懂吗？对，然后就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你是把我当笨蛋吗？不然为什么要重复一直反复一直叮咛同一件事情要你去做，而且是在很短期内。对，就是有点像妈妈般的碎念，可能是我那个原生家庭给我一个不好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会碎念，然后我就想说你把我当成小孩嘛，或是当成那种不懂事的无法处理事情的人，所以不断的一直碎念你说这件事情到底做了没有，或是你知道怎么做吗？我就想说但是你刚刚明明2分钟前就已经讲过了。会不会他其实自己也忘了自己讲？那就可以，有没有可能？那这样我们就原谅他。而且我觉得我有碰过一个，就是以前我的同事，他不是重复，他是讲同一件事没错，可是他会一直觉得自己讲的不够仔细，他是会换。比方说你这个电脑按下来，他又怕你会没听懂，他就说你按的时候记得是那是要按圆的那个，上面那个是 reset 他其实不是全关哦。他就讲，然后他就会讲说你按完之后要记得听一下那个主机还有没有声音，如果没有就才是全关。他其实只是担心，就是说像我这种耳包的人，就是或是没有理解事情的，他是好。后来我是觉得他是好心，后来我就跟他说我电脑我知道，就没关系，就是就我会弄好这样。对，好，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工作上啊，或生活中，都常常会遇到有可能会让你心烦，或者是说你不太能够知道要去怎么处理这样状况的那些人，那我们就在这一集称他为他是你的冤亲债主。好，鬼故事。所以感情上常常也会有遇到很爱掌控我的啊，交往后会一直挑剔他哪里不好的对象。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来讲为什么我们总是会遇到这些事跟这些人。
对，掌控啊，这一部分也是，如果很容易碰到很会想掌控你，有一部分会不会是其实你真的还蛮好掌控的？有可能，所以真相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揭晓。真相就是你有可能这一集可能你不太想听，或是你不太敢听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说出来。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靠近你。其实我蛮相信那个物理学上面说的同频共振，因为现在不是常常大家都在讲有关能量这些事情嘛，所以同频共振就会常说，如果是低频的人，他就会吸引低频的，那高频的人就会同样吸引跟他一样是高能量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如果今天最近常常就是频率比较低，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些比较正向乐观的人接近？可是我觉得也不用勉强自己啊。像我过去在身心症状况比较严重的时候，很热情跟很活泼的人，其实会让我很累。我其实会觉得有点，就是没有办法应付的来，而且甚至会觉得有点压力。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就是说你在低频的时候，你可能很久一段时间你在阴暗里面就是你长期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突然叫你走进太阳里，其实是会很不舒服的。对，眼睛会很痛，身体会很热，然后什么都看不清楚。这是刚开始是一样，但不用就是得强迫自己得马上完全走入高频率，或是完全走入阳光里，是说你至少走出去个30秒回来也没有关系。对，但至少你要截断现在目前如果有不舒服或是让你感到很不公平委屈的状态的话，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站起来走出另一条路吧。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你身边老是遇见一些让你不舒服的，或者是困扰你的这些人，其实我们必须要有点自觉，回头想想自己，而不是去检讨别人。好，因为就像刚刚说，如果是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你自动就会吸引一些比较高能量的人来你的身边。所以呢，如果你老是遇到同类型的人，其实是一种提醒，你就是那样的人。对，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常说，一个是嗔心的人，一个爱生气的人，通常他的身边就会聚集一堆跟他一样是爱生气的人，大家都是同仇敌忾啊，一起骂，一起觉得说，我先发泄了我的一些愤怒的情绪以后，我就会感觉比较好一点。对，这些就是一种能量的互相吸引。而且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就是大家一起骂一个人，或者大家一起抱怨一件事，是一种抒压。对，对，真的有抒压吗？我是不知道。对啊，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今天一旦情绪来了，不管怎样，我就是要骂。我觉得骂完以后，而且我要取暖，我要找同伴。对，大家一起骂，我就会觉得说，有人认同我，这样子我表示说我现在是对的。对。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现在常很多听到一些诈骗嘛，会落入诈骗陷阱的人呢，其实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跟诈骗集团是一样的啊，多半也是因为贪。那贪钱的人就是容易遇到金钱诈骗啊。那如果是今天是一个贪爱的人，也是因为迷恋粉红泡泡，所以他也是很容易遇到网络的爱情骗子。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网络上比较可能都会想网络上找？对，一方面当然应该是因为网络上面毕竟你不需要真实面对自己嘛，对不对？你的身份大家都是隐藏在荧幕背后，那或许这样是一种安全感。因为我都想说，其实还是有，就像网络交友，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有实体的聚会有很多实体的活动可以去，为什么我一定要在网络上找人？对啊，所以对啊，我就不晓得，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利弊，他会觉得说，我先去看你好不好，我才出门，就比较省时间，还是说我去吃饭很怕吃一吃，然后其实都不喜欢浪费了钱这样子，或者参加的活动浪费钱，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对，
对，是有可能的。好，然后有些人觉得感情控制，被对方控制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可是很多人还是会在彼此交往当中会抱怨对方为什么没有给他多一点时间，或者是说也有点情勒对方说应该要送礼物啊，在这种节日当中你怎么没有送，就这也是一种控制，同时其实你也在控制对方。对啊，这也是一种控制。只是你没有美其名，他只是说啊，因为我们是交往的男女朋友关系，所以你理应该这样对我付出，对，对我付出。好，所以就像我刚刚也是提到说，我会常不耐烦，遇到我会一直啰嗦我同一件事情，然后交代我同一件事情的人，那我有时候会想想，我其实也有一部分在他身上看到我的样子。对，因为我其实也是那种比较具有控制性格的人，我觉得啦。是啊。但你知道就很好。对，因为我会希望很多事情先知道才能改。 OK。 对，就像现在我想说有很多事情会希望照着我想要的方式做。那难免的，如果今天我的角色如果是在他的位置上，是一个主管的位置，我也会当然会希望是我的下属会按照我要的方式做好，所以我也会不喜欢有任何意外啊。对啊，也会叮咛，然后也会确认每件事情是不是按照这个步骤来。那我应该也是会唠叨叮咛别人。对啊，对，我觉得其实现代人很多人可讲到说什么你不了解你自己啊，我不懂我自己，然后不愿意想，因为我觉得或许不是不愿意，尤其是他真的无从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他太习惯每天的日子。所以我后来都发现说，其实你想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打开你的手机，看你的 Facebook， 看你的 YouTube， 看你的 IG， 看你的 Threads， 看你的 TikTok， 看你的小红书里面推给你什么，推给我什么。对，那演算法就是你。那就是你喜欢的样子，那就是你最喜欢的模样，那就是你的一部分。你就是那演算法的样子。演算法不会推给你不喜欢没兴趣的事情。对啊，你喜欢去看那种大家互相骂来骂去言上的言论啊，那你的那个 tray 上面可能就充满了人们讲别人怎么样，大家互相言上一个人，或者是也不看风向，也不看全貌，就跟着骂这样。对啊，我常常都会觉得那种就是我们坐等风向，看会不会换个地方吹这样。对啊，要不然就是你的 YouTube 上就充满了那个皮下好看的外貌的人。对，不管是男生女生，有些人就喜欢看胸大，或是就是对的跳舞或什么的。你充满了这种东西，你就这部分你的色欲，你的贪色这部分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样，去看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就告诉你你是什么样子。难怪我都跳出一堆美食啊，对，我就是贪吃，对，就是贪吃，可能要在口欲这一块要注意一下。对啊，然后可能要增加点其他的部分，演算法太贫瘠。你的手机里面都是看到什么？我大概都宠物啊，宠物还有身心灵，然后再来就是那种荒谬的东西，好笑的就搞笑，然后就动物的搞笑影片，大概是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么新的发现啊，对新的东西新出来了，我就喜欢看新的东西。我有资讯焦虑症，我就很想要知道说我怕我漏掉这样子。对，我们下次也可以来谈谈焦虑症。资讯焦虑。O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式，可以先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对。那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想要再碰到同一类型的冤亲债主，我觉得其实可以只专注写自己的剧本就好了。对，因为你身边的那些人可能他会有希望把你拉进他的剧本里面，担任其中的一个配角嘛。
对啊，那你从来都不会，对啊，你自己的剧本你就可以自己选谁是你的配角啊。对啊，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让你当主角，你只能当他剧本里面的配角。所以也就是说，把你的生活的重心拉回自己身上，然后看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对于其他的跟自己比较不相关的东西，就不是那么的重要。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既然无法控制别人，因为别人的想法、意念、行动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嘛。那能够做的就是调频，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高频的人。好，就像说我们有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觉得那个自己好丑，衣服好像很不搭不上自己，那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换掉你的衣服啊，还有知道自己身材的优缺点。对啊，重点是你就是改变自己，然后才能够改变这些外在怎么看待你这件事情。所以有一句话不是 You are what you eat，对，然后你吃什么样的食物就会塑造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唯有你行动，然后改变自己呢，才能够改变别人看待跟对待你的方式。一定的。对，可是很多人会觉得那怎么开始？就叫我不要吃吗？叫我不要骂人吗？有时候是你就是找出你真正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会让你自己变好的一个行动开始。好，如果你明明知道说你就算是在跟大家一起骂，你还是会觉得我骂完以后我还是不会觉得事情就解决，我心理负担减轻，那你就可以开始把你想要骂的东西或什么的话可以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它丢掉，就不要跟着大家一起。对，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心理通常都是朝向，有时候会是一个愤怒的渊源，朝向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方向而去的。而且我觉得现在这种数位时代，你就什么写丢掉，其实跳脱这个轮回最快的就是按下我不喜欢，按下删除，就跳出或是退出群组。有点断舍离的概念。你就是一个按键你就做得到，你不需要到什么去写，就没有，就是一个按键。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 IG 上有看到帅哥或美女，先把他就我没兴趣啊，就按我没兴趣。对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要再推荐我这个，不是会有一个那个吗？有，就不要再推荐我。对啊，那有些人可能舍不得按下去，那就只能在那个轮回。对啊，就是轮回的第一步，你就是也没有叫你说什么，你也不是，你只是手机看不到，你路上还是有可能看到海报啊，你还是有可能别人会传给你，不可能完全没有，可是你不用自己主动，你是变成一个被动的状态嘛。你如果看到，你还是可以觉得喜欢，可是你不用自己主动去求这个画面。对，那我觉得就不一样，你主动就来了，你看了一样可以开心，我不用说我不要看，我现在不可以看这样子不用这样，可是你不用主动去求去攀这个缘嘛，对不对？对，因为一旦攀缘也就是一种苦嘛。对啊，就你会一直就是这个贪求会一直更想要嘛，更多要更多。那发现你身边都是长这样子，可是永远那个帅的美的都不在你身边，就更苦了。帅的美的本来就少你自己也长得就差不多这样，干嘛还要这样？所以同样的长相就会吸引同样这样的人来。我觉得不是长相啦，但通常是长得面相或者是心态差不多的人，对啊，就会吸引同样气场。对啊，对啊，那我们今天想要跟金桃一样，这样很有具有气场，就断舍离。手机断舍离 ，OK， 把你的内容调整你自己的演算法。对不对？改变你的演算法，就改变你自己开始。没错，从你看的东西开始。好的，好，谢谢大家咯，拜拜拜拜。若你喜欢 Zephyr 和金桃姨的斗嘴跟节目呢，欢迎给我们好评、留言、追踪和分享，或者订阅 YouTube Miss Zephyr 的人生侦探所。